你能不能够接受新事物，有时啦，某个程度上是等于你能不能够改变。我很久以前就上过一个yoga class， 一开始大家都是假笑，但是笑着笑着大家真的笑欸。觉得很多社交媒体其实就是在操控着人，因为他知道你喜欢看这些，他就一直推这些给你看嘛。是那等于就是他也帮我拒绝了一些新事物啊。你一开始你是不是存在那一种信任感的问题，所以你才不想要去接受这么多？没有，我就觉得没有你，我也不会死。可是当全部人都在用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死了。陈慧田吗？你今天是第一次听我的 podcast 吗？如果是的话，你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很低哦。欢迎收听陈慧田吗？我是陈慧田。那今天我迎来了我的弟弟阿 Kian。耶，你赢来了，你用什么赢的？Welcome。哦 ，Welcome。哎呀，哦，我以为 you win。不是，那是输吧？喂，没有，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录这个 podcast 呢，其实有点好笑，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多年前在电台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搭档的那一年，2021，我忘记了，好像2022前年啦，之类的。我们就是说，要不要一起来做一个 podcast？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人，而且很看感觉走，所以一直到最近。就是我们开始 podcast 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真的，而且我们没有事先跟对方讲说，我们要开始了第一集什么之类的，真的。然后我就看到你 po 在你的 story 的时候讲说，同期是，然后他接下来就是到他了，就是人家隔了一个礼拜而已。所以你看我们有多慢，因为其实讲到 podcast 的东西已经是流行一段时间了，在国外啦，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好像是近年才开始。但你说近也不是很近了，是啊，所以我们接受这一块其实算是慢的了。如果我们是算是在这条线上的人的话，因为我们有接触电台啊、电视台 ，suppose 是要比其他人的接受度更广才是，而且也会比较快，因为很多人都讲说，你们都已经平时都在讲话，都会在主持，你们要做一个 podcast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谁讲容易的？你看那个灯光啦，那个 camera 啦，是还要去筹备这些什么器材之类的。对，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主要是我们常常就是那种被动型的拍摄啊，被动型的讲话啊，所以很不一样。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呢，你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多高？首先我要先问一下你吧。我刚才跟我 producer 说，我说我接受新食物的能力挺高的，但接受新事物，我觉得算偏中低耶。我不敢说很低，因为我看到有个人比我更低。谁？就是长辈啊。对不起，所有长辈，我是说部分长辈。没关系啦，长辈也不会听啦。那也对啊。没有，就是OK，我们比方说啦，就可能以我了，当然是对，以我了。OK， 我们先说以我了，你用多久的时间来接受？我很快就已经接受了。就一开始在马来西亚盛行你就接受了吗？没有，还没有到真的非常盛行的时候，我就已经去 register 了。哇，这样你算是快的啊。当然呢，我们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人呢。你知道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吗？我就说，不安全，新的东西，看你嚣张的气势。我真的是一开始我就对任何的新事物，因为我自己保护意识很高，莫名的保护意识，我就会觉得。有吗？难道我不用你会怎样吗？我就会有这种心态，所以我有一种反骨心态的时候，我要接受那样东西，我就会慢。我一直是等到我朋友啊，就那种做银行的那些朋友啊，就说他们已经开始在里面 planning 啊，以后要用这种东西在走着的时候，我就说不会啦，我才不相信有一天会没有现金。哇！结果接下来真的有很多地方。是开始一直在使用 e-wallet， 你要给现金还不一定能呢。尤其是在国外。是啊，对啊，而且现在它已经改变了你的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了。你有发现到你现在身上有没有现金？有，还是有啊？对，因为我就是一个觉得 in case，以防万一，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如果你在路上，万一你可能车坏了还是怎么样，你要叫人家吊车。万一你要现场付人家车那个钱呢，还是什么的，你还是得要有一些旁身的现金在吧？我现在的整个人的心态就是，只要有 e-wallet， 只要有那些什么 bank 的 app，
其实都可以耶。可是你没有想过，他们有时候会进入一种 maintenance。可是他会 down 的你不可能全部都 down 的嘛。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你就可以 call 朋友了。喂，陈伟田，没有，刚好又是你没有还你的电话费，你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子，他的人生太不顺了吧？我邀请你来录倒霉的一天。其实就好像可是我觉得你现在接受新事物的东西，其实有在扩大有比以前稍微快一点，因为呢，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啊，当你一开始你不接受的时候，你就会把所有新的东西就是拒于门外，你就会觉得不用，我这样活得也很好啊，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嘛，我干嘛要随波逐流？我就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当你接受一个新的事物，你突然间发现它的便利，你就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对啊，你就慢慢可以接受，你就不会找这么多借口把它就是拒绝掉。可是你一开始你是不是存在那一种信任感的问题，所以你才不想要去接受这么多？没有，我就觉得没有你，我也不会死。我就抱着这种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生气的心态。可是当全部人都在用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死了。的确是吧？而且后来你发现，因为这个时代，它真的就是在跟着新的东西在走。如果你不接轨的话，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生活。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有很大感触这一块因为我有在看一本书叫《2040世界未来报告书》。然后你知道我以前我不会看这种书的，可是我那天呢，我就去逛书店，然后我就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买。然后我看的时候呢，真的是打开我的认知。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在纠结，我们要不要用这一个新出来的一些科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他已经在筹备这20-30年之后的世界，到底应该长什么样？他们很不活在当下没有，应该这样，我们现在的当下是他们的过去了。他们走得很前面，他们的速度很快。对啊，所以如果你是说在我们现在还在纠结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啊，就等于慢慢被淘汰了。是，当然我不会让我自己真的被淘汰，但我也有在想，我真的要跟得这么新吗？我偶尔还是会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每个人都一直在追求最新的事物的时候，好像会很容易喜新厌旧。我不是说你接受新的东西不好，但是真的淘汰率太高，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珍惜某一些东西，你停留点很短暂。你不会觉得吗？可是你不会说，就是可能我今天去接受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还是很喜欢我以前的东西，但是我现在的喜欢的东西更多了呢？没有我发现如果你的停留点很短暂的话呢，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用过什么。你不会觉得吗？有时候没有，我觉得这跟速度的问题有关是啊，速度我们留给你跟你的 podcast。然后还有一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一直在讨论，就是 QR code 点餐这件事情。其实我很 OK 了，现在我是不喜欢 QR code 点餐，因为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成熟吧，可能在本地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成熟，所以我每次点单的时候，常常会一直跳出来，要不然就是我常常要写一些注明备注说我不要什么的时候，你知道人很麻烦的啦，你有时候会讲我不要放什么葱啊，我不要放蒜啊等等的，那你最后还是得那个人来的时候，你要再跟他说，你可以帮我注明一下吗？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那就多余啊！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会觉得QR code 点餐就是为了要省人力嘛。但有时候我放眼望去，它可以飞很多人啊。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就是很疑惑嘛。对，而且看不清楚啊。为什么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去怪别人？已经很多人跟我表示了，他每次要 QR code 点单，有时候他放的照片很小，对，然后你没有办法，你知道，虽然是不能够照那个图样去点餐，因为是不准的嘛。等下上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嘛。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看，这是什么？这个餐点是什么？都也很不清楚啊。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喜欢这个 QR code 点餐。可是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也是不太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还是习惯了写的，或者是习惯了有服务员来跟你讲说你要什么东西，这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就是有沟通的过程。可是我觉得当有 QR code 的出现的时候呢，它对于我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我是还蛮 enjoy 的，因为我不想要被打扰。
或者是我怎样？难道那个服务员会来跟你说怎样？今天过怎样？一个人啊？没有啊，有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就很累的时候，有一些服务员很爱聊天的。会吗？会，他讲哦，你要不要再加多这个啊？要不要加这个？要不要？这也不是聊天吧？就是他会问很多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时候我就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啦。所以对我来讲说，我觉得 QR code 好像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还是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去到那家店没有网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我很生气。我可以接受它没有 WiFi 的提供，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它没有线路。不是，我是就这样打电话没有办法。我的意思是，我的电话没有线路去点餐。是不是？对，要不然就是要 scan 很多次，一直 scan 不到。所以that's why 我说嘛，就是不够成熟的时候，但大家又要追求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想怎样，我就不知道。但是你要有经历过那个测试的那个阶段啊，就好像有一些 app 他们刚出来就讲说这是测试版，他就是要测试了，他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你这让我想到多年前，差不多10年。没有啦，8年前我没有办法接受开 Waze 或 GPS 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超级无敌大路痴，我现在是进化成大路痴，以前是超级无敌。我们的手机还没有办法去支持一些 apps， 如果你开一些 GPS， 你可能就会宕机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那些新事物、新的那种 GPS 的东西，我就是非常不信任，我就觉得根本就骗人啊，他没有办法带我到那里，而且他一直在害我的手机就是 lag 的情况下，我那个时候。他也是会阻止我去接受新事物的一个原因，对啊，就会觉得他很不成熟的时候，会让我更很毛躁啊。可是我觉得都是要经历过那个阶段的，是没有错，但我毛躁也是真的。所以你看，你从以前的超级大路痴，然后你经历过了，你除了要测试那个 app 它有没有问题之外，你也是在检测着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去适应这个东西的能力哦。到现在你变成了大路痴而已。可是就是还没有办法进阶成路痴，你知道吗？就是他的进步程度比较慢，所以那是你的问题。是，所以我都已经承认了，我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其实就是偏中低，但不是最低。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称赞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机会。我觉得给自己机会去接触了之后，你才来讲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比较有说服力。没有啦，其实如果你接受新事物了，你真的接受了，它就是多一个选择啦，也是多一个方便，但是前提就是你得跨出那个脚步。对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 social media，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如果你是现代人的话，你一定要玩 social media。可是有点太多，我有点顾不到尤其是我们这一行的话，很多人就说你一定要宣传啊，你就得什么都要有啊，什么threads 啦，台湾人不讲吹对，然后还有什么小红书啊等等的，其实真的需要这么多吗？你觉得不需要吗？没有，我觉得很累就觉得累，可是是需要的。因为它太多玩法了，它太多游戏规则了。就比如说，可能你在小红书，你有些东西是不能提到的，然后你可能 IG 它有流量限制等等的啦，所以我就觉得有完没完，就是在玩弄于你们的游戏规则当中，所以我会觉得，那为什么大家说要活出自我，我又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活出自我呢？好烦哦。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社交媒体其实就是在操控着人。就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被社交媒体去塑造成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其实就是跟我们去搜索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就是 algorithm 你喜欢什么，它就会给你看什么，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活在自己的那一个认知里面，然后其他的一些跟你自己的认知不相同的地方，它就会变成了你的反对的那个立场。对，因为你一直看的东西就是相当于偏于一边。对啊，因为他知道你喜欢看这些，他就一直推这些给你看嘛。那等于就是他也帮我拒绝了一些新事物啊。对啊，所以就在那个网络世界里面，其实它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多矛盾。对啊，他要我们接受新的东西，但是又哎呦，所以你知道回到另外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点，就是人是在用着这一些科技的东西，可是不是科技要来控制人，所以你要怎么样用，这个才是重点。但人就是很难 control 的嘛，就是我们以这个大数据来说，人本来就是不一定是可以自律的，是一群生物啊。
就是你有什么东西好玩的，或者是好奇的，大家就会很用尽力气的去追寻当然有一部分不会，但是大部分是这样子对啊，可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的选择是我们不一定什么 apps 或者是什么社交媒体都要玩吧，对吧？可是当你选择我不要玩这么多的时候，可是你还是会那情绪会被牵着走，说我不这么做，我是不是会被淘汰啊？这个声音一直在你耳边传出来，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是要不要在意这个东西。怎样？就是我现在真的不在意哦，完全不在意。你现在不在意啊？这样明显吗？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之前有聊过嘛，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被社交媒体绑架，就是因为可能流量的问题还是怎么之类的。我们现在完全也不 highlights 啦。你有害吗？没有啊，对我也是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就要诚实面对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整个东西并不是代表说，如果今天我的 like 少，就是我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是整个东西就是社交平台他们自己在操控的嘛。所以这是整个大社会的问题，又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这时候就会把问题丢给其他人。就自己会好过一点，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对啊，因为我们也 control 不到嘛，是不是？对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去把那个所谓的 likes hide 起来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变相就是自欺欺人呢。你就是满足到你去不要让你的这一个所谓开关引号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大家看到，而去骗自己。可是重点是，你知道没有？重点是它这个选项也是这个 social media 推给你的。对啊，他说有这个新的选项哦，你要不要用啊？让你人比较好过一点这样子。是啊，但真的有比较好过吗？我真的不知道。对啊，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他们一定要想一个对策来向大众交代，只是为了交代。我觉得是这样啦。还有讲到这个新事物啦，我觉得新事物也代表一种改变。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新事物，有时啦，某个程度上是等于你能不能够改变，对不对？因为你新的东西来你需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要去接受这件东西所以就这个能力也是很重要。我觉得我真的改变很多，以你认识的我，真的。可是你的改变不一样，你不是因为接受新事物而改变，你是因为经历了一切人生的一个大经历。可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改变。我们要讲一下，有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对，因为我之前呢就有进院，然后因为我的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人生观大改变。我真的大改变，我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是，就是我到后面，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有什么东西来，我都讲说 OK 啊 ，try 一下，反正就是更可以接受很多事情没有海纳百川，真的真的因为好像人家叫我去爬山，我以前要爬山咩？你觉得？不会。对啊，叫你动都很难对啊。可是就自从那次经历之后，反而就觉得我要做 gym 啦。是啊，然后我现在去玩，比如说匹克球，我自己都不管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玩，我先 book 那个场，然后再来找朋友要不要一起玩，多主动啊我。所以其实你看如果你人生要经历这种要改变，或者是你要接受新事物，你这生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是息息相关的。对，但是它不至于一定要去走到那一种真的是这么极端只是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生活的那个爽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过着平时的生活，其实也还蛮好的当然没有错的，只是有没有要给自己多一些机会去体验所谓的生活或者是人生这件事情。是因为有时候一些新事物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人类的一个潜意识就会觉得我要先拒绝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干嘛要尝试这么多东西我生活我圈子很小罢了嘛，我需要吗？可是有时你会想到，如果我没有去尝试的话，我没有去接受一些新事物我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想法，是我们要不停的去扩大自己的认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看的东西越多，你懂的东西越多，可能当下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它绝对会改变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是因为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就算是接受新事物，我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对啊，但是我知道，对，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世界可能有103颗星星，你知道是知道，但你不用去真的1、2、3、4、5，或者是真的我一定要坐飞机去那边看，它是不是？
我就是知道这个 knowledge。对，而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的东西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懂超级多的话，他越容易看穿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聊一个课题，讲说snorkel 怎么玩啊，然后你就听到一个人他可能在那边一直讲这样啊那样啊撞啊什么颜色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懂他的真正玩法是什么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在吹牛，这个人他的个性就是很爱说大话。其实他是真的能够帮助你去看清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讲说我只是去了解，然后之后对我的生活没有帮助，其实不是的对我来讲，接受新事物，我们眼界会比较开阔一些，真的。但是要接受到多久多新，要多少？活到老学到老啊，很累哦，累。但是如果你找到那个满足感啊，它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继续下去的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没有动力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有分两种的，一种是内在驱动力，一种是外在的。那外在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当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给我的回报会是什么？那如果这一个回报是我可以得到一笔现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动力它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当你达到了那个东西过后，它可能会消失了。可是如果你找到的是内在驱动力的话，这个驱动力是能够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快乐，你感受到成就感，这个就可以让你走很久。那怎样可以让内在驱动力你要多尝试去找到那一个东西的好玩的地方。就好像我最近就看很多的书，然后我看很多书，这个东西是我以前也是不爱看书的，可是我找到了其中一个看书的好玩有趣的东西，就是我看了，比如说有一段话是觉得哇这句话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写下来。我写下来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分享，我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也 get 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想我下次要看更多，我要跟他分享更多。对，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不只是帮到我，还帮到别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看书。所以你觉得如果要让自己的那个内在驱动力可以加强的话，其实有时候逼也是一个方法，不长久对我来讲。可是如果不逼的话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发自内心，你真的想做。怎么样？如果你本身一个是很不想接受新东西、不想动的，怎么办？就好像我讲没有错的啊，就是一开始你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它没有问题的，只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人生不只是就是这样，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人生不只是这样，它的差别就是这样子。那你就只是这样的也没有错啊，真的就是只是这样啊。那我们可以 close 但是对我来讲说，我觉得人生不只是这样，人生还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这件事情。人生还可以更好玩一点。对啊，对，还可以更好玩啊！不然的话，大家其实每一天，你看现在社会已经是很压力了，你每天回到家，对啊，你回到家就觉得说，哎呀，是这样的啦，就这样。当你一昧的去接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是。可是你一直都有很多那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刺激你的话，你觉得这样也还蛮好玩，这样也还蛮有趣的。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对啊，你就觉得说人生还蛮有趣的。是，而且讲真的啦，我们所说的这个新事物真的未必只限于那种新出来的科技啊等等的，只要是你平时没有接受到的，然后你去尝试的那样东西也算是新的东西。对啊对啊，是啊，就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嘛，人家讲，但是我觉得是不需要突破的啦，就是扩大会比较好。没有一样啦，一样意思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上一个课，就是那个表演课，那个时候才好笑，因为我做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老师叫我们扮风啊、扮石头啊，我除了就是自己尴尬之外，我一直觉得我有做到老师要到我的动作很大啦，但是老师一直跟我说，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去接受新的东西，你要勇敢的去。我那时就问老师，我不知道我舒适圈的那个 bottom line 在哪里，我要讲突破它，这也是一个问题耶。所以可能就是在你必须要有一个我想要知道的那个想法，你才有办法去突破、去接受。要不然你就是你连问题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你知道吗？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开始领悟到了，对，我才知道。所以真的是有时候你会在原地很久的，你想要接受新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接受，你一直觉得不行，我不能。但是你真的在那个时候不要放弃，你再多踏几下那原地，你可能就出去了。可是你到最后你知道是因为你有思考这件事情。
我也很想知道在哪里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内在驱动力啊。就不然的话，有些人就是我不知道，他都没有要去付出什么努力，然后就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咯，我就讲那个 B 也是一个方法，虽然是他没有办法走长久，但是你要先让他有动力推他一下。就比如说，我很久以前就上过一个yoga class， 它是微笑 yoga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一开始大家都是假笑，有时候大家觉得假笑很假，但是笑着笑着大家真的笑就笑得很开心就看着你笑，很蠢呢。对，可是笑着你心情就好起来了，它是由外而内这样子，你在骗自己的情况下带动起来了。所以真的有时候逼或者是假装也未必不是一个好方法。他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咯。你要先催眠自己讲说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你的那个能量就不一样了嘛。就你的自信心也会变大的，你自信心大的时候，你做事情起来就顺利一点。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间想到，这样聊其他话题啊？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难踏出自己那一步去接受。会不会是本来就是自信心就没有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时间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本身的所谓人家讲的缺点到底是什么。可是这一个缺点，它其实就是让你知道我的原生设定就是这样。可是我可以怎么样用它，或者是让它变成我的优点。就是你的缺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优点来的，你要怎么样找到一个人来跟你 match 起来，把你认为的缺变成优？要找谁？就你要去看一下，或者是有一些人的这个缺是完全没有用到的，他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也无所谓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可能你自己觉得好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也不去主动找一些搞不好就可以让你的缺点变成优点，或者是欣赏你的这个点的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突破了。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一直在想说，我这个是我的缺点，这个是我的缺点来的。可是对我来讲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它只有好跟很好。哇，你包容性大，怎么说没有不好？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让你学到的。就比如说我今天我的缺点，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一个我脾气很容易被点爆。可是它是让我学习怎么样有耐性。没有，旁边人就讲，我千万不要像他这样子，等下他就转换成他自己的能量。对呀，也是可以啊，或者是他看到这个人，他因为这你很正面呢，我很正面，我超级正面，所以我才开心，我佛系到爆。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去接受他天生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讲说为什么你是这样，为什么你不要那样的话，你看很多事情都顺眼，是吧 ？OK， 我明白。有时候我们会很接受自己本身的想法，或者是觉得A 就是 A，B 就是 B， 然后呢，就是不接受别人所给予的一些其他建议。其实这也算是不接受新东西。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愿意去接受啦，就是接受任何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这个也算是一个接受新事物了。对，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可能你的那个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如果是像我一样是中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当下无所谓，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面临你没有接受新事物的一些坏处了。真的，就是当这一件事情是越来越多人去参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就是如果只剩下你留在原地，然后你突然就觉得，我格格不入，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或许你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啊，我就做我自己。但是人是群体的，你怎么样还是要一起去工作啊？对啊，除非你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可以独来独往，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就住在深山里啊，深山里，这是我的梦想我以后要住在山里不要吧，要住在靠近有那个，你是怕好像有什么事？不是吗？可是我觉得，就算哪一天真的什么意外发生的话，就天注定是吗？对啊，就天注定啊！你可以接受我新的想法吗？没有，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
如果因为我也是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哪一天我真的突然间离开的话，我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不会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样啊？你当然不会怎么样啊。对啊，所以我不会怎么样。我们离题嘞。对啊，接受事实物啦。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跟去认真的想一下，我做这件事情之后的那个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如果你是比较难接受新事物的朋友，真的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最大的那个理由就让你接受新事物的那个推动力啦，就是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对啊，你选择多了，哇，通畅无阻。是，当然如果你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么多的选择，我现在也还蛮开心的，那也无所谓。因为当我们所有刚才讲的都没有讲过，我们刚才讲废话来的，没有东西的。好，那如果啦，对你而言，如果新事物它是一颗橙的话，你觉得它是甜酸还是淡无味，还是很 juicy？所以你这个是每一个嘉宾都会问的哈。如果是一颗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啊？对，新事物啊，我觉得是辣吧。哇，你是我第一个嘉宾有讲到辣的口味耶？是吗？因为大家想不到橙会辣的，因为辣了之后就是爽啊。对我来讲，因为喜欢吃辣。对啊，我喜欢吃辣。辣了之后你就会爽，你就会觉得说，这样你应该是咬到陈皮，因为那陈皮会有一种刺激性啊。像我没有吃过陈皮辣，你吃过啊？吃过。不是那一种咸的那一种啊。不是，它真的有一种刺激的感觉啊。你有拿来涂过眉毛吗？哇，你真的是很愿意尝试新事物涂眉毛我都跟你说，任何的食物我比较能够接受。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的阿弟，耶，谢谢。